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在总体上是客观的，我们应该对中国在科研上的努力充满信心，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鲍明。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哈佛的一个报告它预测未来10年中国将在核心技术上要超越美国。特朗普政府从2016年开始挑起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拜登政府原封不动地继承了特朗普的政策，甚至还变本加厉，加大了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我们从最新的中美贸易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出口额是屡创新高，而且加征的关税绝大多数是由美国自己消化，由美国自己的消费者买单。美国事实上已经惨败，让网友们最担心的是科技领域。确实我们在很多科技领域都落后于美国，未来我们在科技领域中与美国竞争能不吃亏吗？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比我们自己对中国的科技更有信心，或者说他们更担心美国会被中国超越。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在12月7号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的名字叫做21世纪的伟大竞争，中国与美国。报告预测未来10年，中国准备在人工智能 AI 领域、5G、量子信息科学 CoIS 领域、半导体、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这些基础技术领域要超越美国。而在某些领域，中国已经领先于美国。这份报告究竟是给中国吹牛呢，还是客观的描述呢？我们可以详细的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人工智能 AI 领域。这个报告说，在人工智能最热门的子领域深度学习领域中国的专利发布量是美国的6倍。他引用了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一项评估，预测到2025年，美国将在被引用最多的人工智能论文的数量排名中跌到第2位，中国将成为第1位。这个报告是有依据的，目前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和申请的专利的数量，中国已经紧追美国，在大部分细分领域位居全球第2位，在个别领域甚至超越了美国。当然有人会说，数量上去了，但质量上还不如，这也是事实。但应该看到，中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在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比如说自动驾驶、人脸识别这些方面，在基础的 AI 芯片的设计、AI 的训练这些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说我们目前仅次于美国基本上是客观事实。第二个，我们再看 5G 领域。这份报告引用2020年的数据，说在2020年底，中国拥有了 1.5 亿 5G 用户，美国是600万。中国有70万个 5G 的基站，美国只有5万个。中国 5G 的速度达到了平均每秒300兆币，而美国呢只有约60。这些数据都说明中国在 5G 建设方面是远远领跑了美国。但是报告没有提到的一点是，美国发展 5G 产业最大的劣势是美国已经没有了大型通信设备的制造商了。自从摩托罗拉网络和朗讯公司破产之后，全球通信设备制造商就形成了4大格局，也就是华为、爱立信、诺基亚和中兴4家企业占领全球市场，中国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虽然由于美国的制裁措施，中兴和华为公司在海外的业务拓展受到了限制，但由于中国本土5G 市场几乎是全球的 70%， 只要在中国市场占据了优势，中兴和华为就能够保持成为世界一流 5G 设备制造商的地位。美国虽然有高通一类的公司在 5G 专利上仍然很有实力，但没有企业能把专利变成网络产品，那怎么能在 5G 建设中领先呢？可以预计，中国会在 5G 的发展和未来的 6G 技术中仍然领先世界。下面我们再来看量子计算领域。这个报告说，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领域，传统上由美国研究人员领导的 CoIS 的3个分支领域，
中国正在迎头赶上，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超过了美国。事实确实如此。当中国的9张量子计算机面世的时候，被某些人吹成吊打全世界的谷歌公司的玄灵墨量子计算机立即就没人提了。很快，同样是这些人又开始把量子计算机说成是没有用的东西。确实量子计算机在短期内只能做一些量子领域内的特定的任务，离进行通用计算差了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不能不做在量子通信领域，中科大的潘建伟教授已经是全球领军人物，因此这项的报告的评论也是客观的。我们再看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在水力发电、核电、风能发电、太阳能发电这些领域都深耕多年，在整个产业链上都布局深远，已经掌握了领先世界的技术，市场的占有率也非常的高，可以预料在这些领域我国还会继续保持领先。那么在半导体和生物技术领域呢，这2个领域是中国落后于美国最多的不论从科研论文的数量还是从产业链来说，我国都与美国差距巨大。但是这2个领域我们都有了亡羊补牢的机会。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国家已经痛定思痛，对生物技术领域加大了投资。而在2017年特朗普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禁运之后，国家在半导体产业链自主化方面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一些结果，中国的灭活疫苗产量从疫情之前的在国际上不值一提，一跃成为全世界第一。而今年的半导体产品的国产化率也从2017年之前不到 5% 提升到了 20% 左右。要在这2个领域彻底的赶上美国的水平，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但是趋势是好的。总而言之哈佛大学的这份报告在总体上是客观的，我们应该对中国在科研上的努力充满信心，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好，这节话题就说到这里。